Kobe 什么时候停下来呢？Kobe 直到最后询问这个女生是否可以。胡适之胡适，说尽天下事。大家好，我是胡适老师，欢迎收看胡说。好，2003赛季的明星赛是 Michael Jordan 最后一次的明星赛。有人会说，老师，你刚刚不是说 Jordan 退休了吗？怎么又出来了？因为在911事件之后，有一说是 Jordan 要振奋人心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说是因为他觉得他手痒了，又想要打球，他看到很多的后辈打得都很好，4大分位打得那么好，他想要再重新出来跟他们竞争，想看到老年的他跟他们打是否还有胜算。于是呢，他就是去除掉了巫师队总裁的身份，重新以球员的身份呢加入了巫师队。然后这一年是他在巫师队第2赛季，就是最后一次的赛季。然后 Kobe 呢在这次的明星赛里面跟 Jordan 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对决。其实我们有看比赛都知道，这一年的明星赛根本是为 Jordan 而办的。对，因为在场中的那个休息时间 ，Mariah Carey 还献唱了一首 Hero， 然后去就是 respect Jordan 他对 NBA 的付出，然后整个 NBA 的所有明星在那一年都好像是衬托 Michael Jordan 的，所以我们应该都猜得到那一年明星赛的 MVP 没有意外一定会是 Jordan， 而 Jordan 在那年明星赛也表现得非常的好。然后在 Kobe 的那个1对1的之间的争夺，两个有来有往的，然后其中有一球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Jordan 呢他在就是面对篮筐左侧那边，就是要背打 Kobe， 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晃掉了 Kobe， 准备后仰跳投的时候呢，被 Kobe 从后面盖掉火锅，然后 Jordan 就对 Kobe 笑了一下，就这样，因为毕竟能识破他这一招的人不多，能盖到 Jordan 后仰跳投的人又少之又少 ，Kobe 做到了，然后再来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关头，更是 NBA 明星赛史上最好看的最后1分钟，就是东西区两边打的。就是难分难舍，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东西区之间的差距只差了1分，而东区是落后1分的状态。然后教练交给 Michael Jordan 做最后一击，不用想都知道会给他嘛，对不对？而当时已经40岁的 Jordan 从那个就是右侧的边线拿到球之后，然后切进去，然后当时守他的人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太阳队弹跳人，叫做 Shawn Marion。也是联盟防守2阵的成员，跳得非常的高，速度非常敏捷，身高198公分，然后长得其貌不扬的，可是他速度非常的快，然后他紧跟着 Jordan， 然后 Jordan 在切进去，在右侧底线来了一个极限超斜角度的后仰跳投。Shawn Marion 跳得非常的高，当年 Jordan 已经跳不高了，而 Shawn Marion 的手呢，差点盖到 Jordan 那一球就从 Shawn Marion 的指尖前面大概2公分处过去了，一个超高的弧线，然后空心入网。来，观众，荧幕前的观众有看到这一球的，现在鼓掌一下。好，我听到你们鼓掌声音了，都有看到对不对？当时我在哪里看到这个？我在撞球场。那个撞球场叫做中立花式撞球协会。当年我在打撞球的过程之中，我们整个撞球场都看到电视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所有全撞球场的人都停下来了，没有撞球声，每个人都是拿着球杆，整个撞球场就安静了。请问你们有看过安静的撞球场吗？没看过吧？我看过，就在那一球投出的所有人都这样子，然后看着那球应声入网的时候。然后全 NBA 球场欢呼，然后 Allen Iverson 就冲过去跟 Jordan 撞胸部，而当时我们全撞球场都在欢呼，哇，这个样子帅爆了！我至今没有看过比那一球更帅、更好看的弧线的后仰跳投。我相信我们荧幕前的观众应该也认同我的讲法吧？没有比这一球更帅的了。可是我们都觉得这一球绝杀完毕之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Jordan 的 MVP 稳了，对不对？但是他东区的猪队友小 O'Neal、Jamal O'Neal 溜马队那一位，对他干了一件傻事，比赛剩没有几秒，西区掌握最后一击，球传到 Kobe 的身上，然后 Kobe 呢来到了3分线右侧底线，要执行绝杀跳投的时候，小 O'Neal 过去干嘛呢？犯他规，犯他规，犯他规！然后那一次呢，我们全场。撞球场还在没有打球，盯着那一球，全场就干他在干什么啦？然后结果 Kobe Bryant 上去罚3球，这时候就是你会不会做人的时候了。我们身为后辈，是不是就应该知道这个比赛是为 Jordan 而办的，要给他完美的落幕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是 Kobe 会怎么做？我一定会故意3罚不进，把胜利给 Jordan， 然后让他拿 MVP。可是 Kobe 就是 Kobe。
没有再甩你是谁的啦，我就不给你面子。Kobe 3罚，然后进了2球，对，进了2球之后呢，然后双方打进延长赛，然后打进延长赛之后，最后呢，东区在延长赛中打不赢，然后西区最后取得胜利。Kobe 就这么硬生生的让 Jordan 的 MVP 没了，最后被 Kevin Garnett 给拿走。可是 Jordan 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讨厌 Kobe？ 没有 ，Jordan 后来有说过，他就是因为这样子 ，Kobe 这个个性真的他很欣赏，他觉得就是你因为尊重我，所以你才从头到尾这么认真的打。然后 Kobe 也说，他也接受访问说，为什么他没有想要3罚故意不进？他说，如果3罚故意不进的话，那就是对 Jordan 的不尊重。我为了对他尊重，他最后一场跟我的对决，所以我必须要全力以赴的到最后一刻，所以这是对他最大的尊敬。然后 Jordan 也笑笑的回应说，他就是这么喜欢 Kobe， 他也是认同 Kobe 的讲法，就是他不希望对手放水，让他去拿到这个 MVP。所以啊，真的这2个师徒之情啊，看的是蛮令人感动的，有没有？好，然后再来。可是呢，我们身为球迷，没有人会谅解小妞的，所以Jermaine O'Neal因为这一球，他被所有球迷们至少念了至少有20年吧。只要后来有就是那种 podcast 的节目，对不对？然后只要讲到当年的明星赛，大家一定不会忘记。只要称赞完 Jordan 那一球极限后仰跳投，就接下来就是要干掉 O'Neal， 怎么会这么蠢干这件事情去犯规，对不对？就这样。2003年的3月28号 ，Kobe 最后一次对决 Michael Jordan， 上半场 Kobe 呢就砍下了42分，光是上半场他就砍下42分，最终狂砍55分。这场比赛中，大家应该有个印象深刻的一集，就是在 Kobe 在投进1球3分球之后 ，Jordan 倒地，然后 Kobe 呢就在地上对 Jordan 这样子吹了好几拳，然后 Jordan 就这样挡他，两个有来有往，然后最后 Kobe 就把 Jordan 这样子拉起来，然后用手摸了 Jordan 的头。请问你敢用你的手去摸篮球主持人的光头吗？所以这个动作如果放到东方我们这种华人文化，他会被干翻。Jordan 什么角色？你去摸他的头，你对吗？亵渎神明啊！可是 Kobe 做的，那 Jordan 被摸头也笑笑的回应。如果是其他那种2、3流球员去摸他的头试试看看会怎么样，可是Kobe 这样做 ，Jordan 就不会怎么样。对，那我顺便讲一下一个有趣的故事：为什么 Kobe 在这场比赛会对 Jordan 痛下杀手，狂砍55分呢？原因是因为在这场比赛的上一场，也就是Jordan 跟 Kobe 人生中倒数第2次的对决，这一场呢 ，Jordan 所率领的巫师队击败了 Kobe 跟 O'Neal 所率领的湖人队。大家如果有看比赛都知道这不可思议，因为巫师队的阵容怎么可能打得赢湖人？而在那场例赛中，巫师队赢了湖人，而那场比赛 Kobe 脚上穿的是 Jordan 鞋。然后赛后他们握手的时候 ，Jordan 不改嘴贱本性。大家都知道 Jordan 是 NBA 的垃圾话之王之一，史上最厉害垃圾话之王是 Larry Bird，Jordan 在可以排第2名。Jordan 呛 Kobe：“ 你可以穿着我的鞋子打球，可是你不会成为我。”就这个样子，所以 Jordan 呛他，而 Kobe 呢，当下回应就是笑笑的点个头。然后这句后来 Kobe 的队友在就是前2年的 podcast 上面的节目上讲说，你们知道 Kobe 在那场比赛之后变成什么样子的呢？整整1个月 ，Kobe 在练手之中都没有跟任何一个队友讲过话。而 Kobe 在这1个月里面的每一场湖人队练球以及队内的分组练习赛 ，Kobe 都像被杀神附身，带着一种恨意，在疯狂的打败他们队内的每一个人。然后每一场练习他都在打真的，然后所有队友就讲说，互相还私底下不敢问 Kobe 你干嘛了，私底下想说我们是有惹到他吗？发生什么事？连 Phil Jackson 也不知道他干嘛，为什么要那么生气，然后就闷闷不乐1个月，然后都不跟队友讲话，然后直到打巫师的这一场，然后 Kobe 狂砍了55分之后呢，砍完之后他正式恢复笑容，跟湖人队的队友们愿意聊天了，队友们才知道原来他是在记仇记恨 Jordan 当时这样呛他，他记了整整1个月，然后要在这一场把他给讨回来。试问在我们荧幕前的观众，有没有的好胜心可以强到这个地步？所以他的个性跟 Jordan 真的一模一样。你们知道吗？以前的人守 Jordan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想要让 Jordan 打不好，很简单，称赞他就对了。当你湖人队的
湖人队的明星后卫就是 Byron Scott 讲说，防 Jordan， 你们去激怒他，错了，我最会防他，只要 Jordan 打进，我一定会说哦 ，nice shot，good job， 然后 Jordan 就会心情好起来，说 OK， 今天我得28分就好。但如果你敢在赛前呛 Jordan 的话，Jordan 他一定会当场就砍50分给你看。知道吗？所以 Byron Scott 就在节目中分享怎么防他，说你就称赞他就对了，他就不会对你痛下杀手。所以同样的防 Kobe 也是一样概念，哪怕是篮球之神这样呛他，篮球之神都会在下一场被他打爆。不过他打爆的是40岁 Jordan 被打爆的情有可原啦。我不认为如果今天是30岁的 Jordan 对上当年的 Kobe 可以把他打爆，大概是两帮互爆啦，这个样子，好吗？好，所以呢，在这场比赛之后，媒体就视为这场比赛为真正的传承 ，Jordan 就在赛后真正把这个火炬，篮球之神的火炬 ，NBA 第一人的火炬正式传给了 Kobe Bryant，Kobe 就接下了这个火炬。而 Jordan 在这个比赛呢，其实表现也不错，也得了23分。而最后这一场比赛呢，是湖人队赢得了胜利，非常精彩，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回放。Kobe 在这一场真的是杀气十足，当时我这场比赛是从头看到尾，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一场要打得那么狠。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生气了，好吗？好，然后再来这一季呢，他的平均每一场还有6.9次的篮板，5.9次的助攻，2.2次的抄截，都是职业生涯的最高。再次入选的 NBA 一阵还有一防，所以攻守两端都非常的卓越，既是 NBA 最强的矛，也是 NBA 最强的盾。攻守两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除了他就是 Michael Jordan， 好吗？然后再来比赛 MVP 的票选中获得了第3名。湖人队在例行赛里面呢，以50胜32败结束这个成绩，而季后赛呢陷入了困境，在西区准决赛中的6场比赛输给了最终获得 NBA 总冠军的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然后挑战4连霸实力。这一季他跟 O'Neal 的老大之争已经来到了完全白热化的阶段，不可开交啦。然后顺道讲一下2003年赛季的1月份，Kobe 的第一个小孩 Nadalia 出生了，然后这帮助 Kobe 跟他的父母就这样和解啦。来，时间来到2003到2004赛季，首先我要先讲跟篮球没有关系的，先交代一下 Kobe 这辈子最大的丑闻。2003年的7月18号，当时新闻媒体报道称，科罗拉多州伊格尔郡的警长办公室逮捕了当年的 NBA 超级巨星 Kobe Bryant， 原因是因为有一名19岁的饭店员工控诉他性侵害，严重了吧？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子的，Kobe 于6月30号提前入住了科罗拉多州爱德华兹的科迪勒拉山庄的水疗中心酒店，计划在那里进行7月2日的手术。该女子指控 Kobe Bryant 于7月1号在她的酒店房间内强奸了她，于是她向警方报案。当年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讲坦白的，我非常震惊。我震惊的当下的第一个疑问是，观众不要挞伐我，可是当时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的想法是 ，Kobe 怎么需要强奸人？他是 Kobe Bryant 非常多人应该看到他都愿意投怀送抱，他哪需要去强奸人？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他的粉丝，我不愿意相信他会干这种事，所以当时我的内心先做了这样子的注解。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案情的爆发的经过。7月2号，伊格尔郡的警长办公室的调查人员以性侵害指控对科比进行了调查。当科比被问到就是原告上面脖子的淤青，就是那个被害人脖子上怎么有淤青的时候，科比承认。他们两个呢，在爱的鼓掌的过程之中，他勒住了这个女生的脖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科比勒着她的脖子，然后表示呢是从背后勒住她的脖子的。所以那关于他们两个的姿势，各位可以想想看，要怎样子才可以？哎呦，怎么突然歪楼了我们的节目？但是为了案情，我必须要诚实的交代，好吗？巨细靡遗，有画面感，所以很明显，科比是在身后。女生在他之前，对，然后 Kobe 是在背后的状态。然后 Kobe 说，勒脖子是我在啪啪啪的时候的兴趣及爱好及癖好，我的特点。然后呢 ，Kobe 还说，我在与不同的性伴侣里面，不包含他的老婆，每次发生关系的时候，我都有勒脖子的习惯。不知道跟谁学的，是不是跟 Reggie Miller？ 因为 Reggie Miller 在场上只要绝杀都会这样勒脖子。好，然后再来，然后当被问到他握住脖子是用什么力道握住的时候，我觉得警察这个问题很奇怪，还问 Kobe， 那想请问一下，你是用什么样子的力量去勒他的脖子
Kobe 会说哦，经过精密的计算，这个力道大概是21公斤。喂 ，Kobe 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手是非常强壮的，对，但是要如何表达握得多重，我实在不知怎么表达。然后再来 ，Kobe 表示，他因为原告在跟他啪啪啪当下的身体语言，他觉得原告是自愿的啊，怎么可能是不自愿的状态？所以 Kobe 觉得他有点被仙人跳的 feel。然后接着，执法官员呢从 Kobe 那里收集了很多的证据，然后 Kobe 也同意提交强奸工具包测试和自愿的测谎测试，就他愿意接受这个测试就对了啦。原来还有个东西，所以警方跟检方在调查一个性侵犯的时候呢，原来有个工具叫做强奸工具包。对，其实我当时呢，我打个问号，什么叫做强奸工具包啊？其实我不太能明白。对，但是测谎测试，大家我们都知道，就身上会安插很多那个电线嘛，对不对？然后只要你说谎的话，你的心跳就会加速啊。再来，7月4号，警长乔霍伊为布莱恩呢发出了逮捕的通缉令，所以 Kobe 正式被逮捕。然后 Kobe 呢从洛杉矶飞回科罗拉多州伊格尔郡向警方自首，他立即以$25,000的保释金被释放了。然后逮捕消息在此后2天公之于众。然后7月18号，伊格尔郡的地方法院对 Kobe 提出了正式的性侵害的指控，如果被定罪， Kobe 将面临缓刑或是最严重终身监禁的刑事处罚。而 Kobe 呢，在此日也同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坚决否认强奸该名女子。他承认与该名女子发生了婚外情性关系，但坚持双方是自愿的。然后当时我还记得他老婆坐在他旁边，对，然后他老婆就是当下也没有讲什么话，默默的支持了老公。后来 Kobe 呢，为了要安抚老婆，买了一颗这么大的钻戒，这么大的，几克拉我自己是不知道，我只知道很大，就折合台币是上千万的钻戒。然后再来12月进行了预审听证会，然后考虑到呢有关 Kobe 可以接受的那些动议，然后在那些听证会上，检方指责 Kobe 的辩护团队攻击原告的可信度，所以人家都被强奸，你还去攻击人家的可信度，你这样对吗？然后检测发现，就是这个被告呢，在被指控发生性侵害的第2天，他去接受了强奸检查时，他所穿的内裤上面竟然含有另外一位男子的精液跟阴毛，厉害了吧？等于说他自己在告 Kobe 强奸他之后，他在第2天他又跟另外一个男生发生了性关系，所以 Kobe 的那个辩护团队就抓了这个在打，说一般女生你遭受性侵害之后，你应该内心惶恐，整个会睡觉睡不着，觉得自己身体很脏，会不断的想要清洗自己的重要部位。你在这个心理状态之下，你还可以在隔天就跟另外一位男生发生性关系，那怎么搞的，对不对？然后再来，所以检查的结果显示了 Kobe 有无罪的有力证据。然后因为可能这女生真的不是这么的心不甘情不愿，好吗？然后再来，因为这个原告在事件发生之后呢，立即发生了一次性关系，这个以逻辑来看，怎么看都不合理嘛，对不对？然后接着，这个女生告诉了调查人员，她离开家去接受检查时，错误地从她的洗衣篮中拿了脏内裤，拿了这个内裤不是她在性侵害当下穿的那个内裤，而是另外一件。而这个脏内裤刚好又是她在某一天跟另外一个男生啪啪啪的之后还没有洗的脏内裤。那到底这个内裤要多久才要洗？喂，好，然后再来，在接受检查的那天，他说自从发生事件的早晨起来，他就没有洗澡了。对，然后检察官发现了阴道的创伤证据，就是他的确那边有撕裂伤。对，然后 Kobe 的辩护团队声称，这是因为2天内他与多个伙伴发生性关系，而不是因为 Kobe 个人造成他撕裂伤，而是因为他发生了多起性关系而造成他的撕裂伤。这样理解吗？好，然后再来，然后警方收集证据呢，包括 Kobe 在事件发生当晚所穿的 T 恤，然后上面的确有原告的血迹的3个小斑点，然后经 DNA 的检测证实，这个斑点还真的是原告的血迹。那这就奇怪了，所以代表 Kobe 在当天是穿着上半身的 T 恤在跟这个原告啪啪啪，而 Kobe 身上既然会有血迹，代表原告喷血，对不对？所以那过程是极度激烈的。
，Kobe 就不应该了，好吗？那么激烈干什么？好，然后再来，而且呢，这个血确定不是月经的血，因为报案者说他在2周前已经有来过月经了，然后去透露，当时这个过程呢 ，Kobe 是让这个女子趴在椅子上。然后 Kobe 在身后跟他发生关系，所以可能导致的出血，用力过猛，这就是受到质疑的性行为，因为指控者声称他告诉 Kobe 停下来，可是 Kobe 没有停，直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呢？我调到这一段，我不知道这个该不该讲，因为讲了可能会变18禁的。我要讲吗？讲你们就点个头吧。我看到你们点头了，我这边的观众也都在点头，现场的观众也在点头。好，那我讲。Kobe 什么时候停下来呢？我是一个老师，要我在公开场合讲出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为了秉持公正的报道，我就讲了。Kobe 直到最后询问这个女生是否可以 shoot on her face， 就是颜射之后，然后直到她完成了这个目标之后。把他的脸当成画布之后，他才停了下来，也就是他终于完成了他想要的一切，就这样子 ，OK， 就这样。好，然后再来，度假村的夜间审计员泰瑞娜·麦卡说，他看到指控者离开回家时，看起来或听起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而，这位原告的高中朋友跟度假村的就是门童波比·皮特拉克。说他看起来其实当时非常的不安，并告诉我说 Kobe Bryant 强迫与他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在审判开始后的几周，就是原告呢写了一封信给州调查员杰瑞·桑德伯格，曾经他第一次接受科罗拉多警方采访的一些细节。他说到：“我告诉温斯特侦探，那天早上离开时我遇到了车辆问题，那不是真的。”那天我上班迟到的原因不是因为塞车，而是因为什么呢？我只是睡过头，然后我骗老板塞车了。然后我告诉温斯特侦探，然后 Kobe 先生让我留在房间里面洗脸。虽然我在那个房间里被迫留下，但我没有被迫洗脸，我并没有洗脸，但是我告诉了警方我有洗脸，对，但其实我没有。相反的，我在那层的电梯旁的镜子前停下来。整理了一下我的仪容，我对自己感到非常的失望，也为误导任何人感到非常的抱歉。我之所以那样说，然后是因为我觉得温斯特侦探不相信我所阐述的经过，所以我才故意说我有留下在里面洗脸，被 Kobe 强迫在里面待着就对了。然后再来 Kobe 的辩护律师麦凯说，原告在事件发生时正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抗精神病药物，然后林赛麦吉尼与指控者同住的人说，该女子在学校2次试图通过服用安眠药自杀。他这个同学叫做林赛麦基尼，这样理解吗？他说他有要试图服用安眠药自杀。然后在所有的事件发生之前，这位心里想成为歌手的原告，他曾经参加了一个电视选秀节目，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然后演唱了 Rebecca Leon Howard 的一首歌叫做 Forgive 原谅。然后但是没有晋级，他感受到非常大的挫折，于是想要自杀。然后此外 Brian 的辩护律师对这名女子的道德品质以及声誉提出了质疑，也对她的精神状态提出了质疑。他也因此事件受到了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死亡威胁以及仇恨邮件，都来自于 Kobe 的粉丝。然后并且呢，他的身份也多次的被披露，他觉得自己有人身方面安全的疑虑。2004年的9月1号。伊格尔郡地方法院法官泰瑞·鲁克里尔德，在检方曾为审判准备花费了超过20万美元之后呢，因为指控者也就是原告告知他们他不愿意作证，指控者就原告不愿意出来作证哦，所以驳回了对 Kobe 的指控。所以 Kobe 在这个案件之中的刑事方面，最后是没有被指控的，被驳回了。然后在刑事案件被驳回的同一天，Brian 通过了请律师发表以下声明。好 ，Kobe 讲的，他说：首先，我想直接的向这起事件中的年轻女性道歉。我想为当天晚上我的行为以及她在过去1年所承受的后果向她道歉。虽然今年我对于我个人来讲极度的困难。但我只能想象他不得不忍受的痛苦。我还想向他的父母和家庭成员，以及我的家人、朋友、支持者，以及科罗拉多州的所有警方们以及市民道歉。我还想明确的表示，
我不质疑这位年轻女性的动机，没有向这位女士支付任何的钱，然后她已经同意不会在民事案件之中使用这份声明来反对我。尽管我真心的相信我们两个之间是情同意合、自愿性的发生这个性行为，但我现在认知了，她并不是这样子想的，也不认为这次的事件是自愿的。在数个月的审查证据中，听取她律师的意见，甚至亲自听取她本人的证词之后，我现在理解她为什么会觉得这次她自己并不是自愿跟我发生性关系的。我今天发表这次声明，完全意识到，尽管这个案件的一部分在今天已经结束了，但另一个部分仍在继续。我明白，针对我的民事案件将会继续的进行。这个案件的一部分将由世界中直接涉及的双方来决定，并将不再是科罗拉多州的民众的财务或是情感的负担。2004年的8月，然后原告对 Kobe Bryant 提起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民事诉讼。2005年的3月，双方和解了。和解的条款呢未向公众披露，但洛杉矶时报声称，法律专家估计和解金应该超过250万美元，所以这个事情就这么的落幕了。可是 Kobe 也因为这个事情呢，而背上了一辈子性侵犯的这个头衔。好，交代完了 Kobe 的性侵事件之后呢，我们把主题拉回了篮球。在2003-2004赛季呢，这一季湖人得到了 NBA 全明星的巨星 Karl Malone 以及 Gary Payton 手套 Gary Payton 组成了超豪华的4巨头阵容，再次向 NBA 的总冠军发动攻势。但 Kobe 呢，在赛季之中，因为屡次的开庭事件，所以导致他这一季其实过得非常闷闷不乐，压力巨大，因为他毕竟要面对场外的压力以及场内战绩的压力，所以在双重压力之下，他要保持着很好的表现，这是个非常大的考验。可是他其实表现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再来，他因为一些出庭呢错过了比赛，而且有一些比赛还是在出庭之后快速的赶回赛场中比赛，所以他是非常舟车劳顿的度过这个赛季。然后在例行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之中，湖人队对阵波特兰拓荒者 ，Kobe 投进了连续2次的压哨关键球，在第4节时间剩1分1.1秒时 ，Kobe 投进了一记3分球，将比赛送入了延长赛。然后在比赛最终进入第2个延长赛之中，在这个延长赛中呢 ，Kobe 在时间跑完时投进一记超前3分球，助球队以105-104战胜拓荒者，取得了太平洋分区第1名的成绩，进入了季后赛。然后湖人最终进入 NBA 总决赛，面对平民军团铜墙铁壁防守军团底特律活塞队。赛前没有人看好这支没有全明星的活塞队可以对湖人队的4巨头造成任何一点影响。不过呢，跌破大家眼镜，这个铁桶阵让湖人队每个选手的命中率都降至最低，而 Kobe 的平均得分在这个系列赛中被压制到只有22.6分，然后命中率呢剩只有35.1%，所以铜墙铁壁的防守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如果你没有看当年的季后赛，应该就知道，真的他们被守到受不了啊。那位无敌的 O'Neal 也被谁守住了？也被他们的 Ben Wallace 大半蛙给守住了。OK， 然后再来，在这个赛季失利之后，没有拿到总冠军的湖人队，那个 Phil Jackson 就决定不续约。他不续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法再执教 Kobe， 他觉得 Kobe 的桀骜不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教导下去的原因。然后再来，总教练的意志呢，就从 Phil Jackson 换成了也是一个名帅汤加诺维奇。然后再来 O'Neal 呢，也在赛季之后被交易到了迈阿密热火队，然后换来了 Lamar Odom 来当 Kobe 的队友。然后再来 Colin Butler 以及 Brian Grant， 然后也换过来了。然后交易完毕之后的隔天 ，Kobe 婉拒了洛杉矶快艇队的报价，然后并且湖人队重新签订了一份为期7年的续约合同。然后 Kobe 急于在新的赛季证明自己没有 O'Neal 也能夺冠。在经过了失败的2003-2004赛季之后，现在时间来到了2004-2005赛季 ，Kobe 人生中首次在没有 O'Neal 的状态之下，独挑大梁，成为湖人队的老大的第一个赛季。好 ，Kobe 呢，在2004-2005赛季受到外界严厉的审视以及批评，他的名誉因为前一年的性侵案事件而大幅的下滑，很多的厂商都不跟他续约了。当年他的赞助厂商 Nike 也因为 Kobe 的事件而拒绝帮 Kobe 的签名鞋有任何的宣传，然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然后还有其他的厂商也全部拒绝跟 Kobe 续约，所以 Kobe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然后在当年呢 ，Phil Jackson 他的总教练还出版了一个著作，叫做《最后赛季：一支队伍找寻自身的灵魂》，在讲湖人队
最后一季，因为这样而出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中呢，他详细的述说湖人队在那一个赛季的动荡不安，并且在里面提出了一些对科比的批评。然后在书中，杰克逊教练称科比难以受教。然后他甚至还为了要让科比就是可以好好的被教导，然后请来了当年已经退休的 Michael Jordan， 然后去就是跟他见面一下。然后殊不知科比多不好笑，原本 Phil Jackson 是要请 Jordan 过来当面的给科比一些建议，然后请他可以不要一直自干，不要那么独善其身，然后当个团队球员，想要再叫 Jordan 来劝一下他。没想到科比呢，在久违的跟 Jordan 见面的那一天，见到 Jordan 的当下，他讲什么呢？说我可以在 one on one 打爆你。今天有没有带球鞋？有的话，直接上场跟我打一场。所以结果竟然是这样，所以 Jordan 也没有给到什么建议，没想到被 Kobe 呛了一下，然后 Jordan 一样笑一笑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在这一季的球季中段，新任总教练汤加诺维奇执教到中段呢，就怎么样？突然辞去了总教练的职务，因为他可能也认为自己教不了 Kobe。他后来给的理由啦，是说健康问题，以及他觉得精疲力尽。那想知道他的精疲力尽原因呢？想一想到一定是跟 Kobe 有关系。然后再来，湖人在剩余的赛季呢，执教权就落到了助理教练 Frank 的手上。然后再来，尽管 Kobe 在场均27.6分，成为 NBA 得分榜的第2名，但湖人的总战绩只有34胜48负，跟季后赛擦肩而过。过去10年来首次错过季后赛。而这一年也标志着 Kobe 在 NBA 的整体地位下降了，因为他没有入选 NBA 的最佳防守阵容，也从 NBA 的1阵降到了 NBA 的3阵。此外 ，Kobe 呢还与 Karl Malone 以及 Ray Allen 公开的交恶有了 beef 事件。那现在我来交代一下，他跟他的队友 Karl Malone 为什么会交恶呢？因为 Karl Malone 他在赛季中调戏了 Kobe 的老婆，对。这让 Kobe 非常不能接受，大为火光。顺道一提，讲到性侵 ，Karl Malone 这位队友呢，可以说是 Kobe 性侵事件里面的前辈啊。因为 Karl Malone 曾经犯下一个非常严重的性侵案件，对方只有13岁，只有13岁啊 ！Karl Malone 跟13岁的这样子，所以就是一个性侵案。不论对方是否自愿，因为年纪太小，他就是个性侵。所以这位性侵犯呢，他言语调戏了 Kobe 的老婆，所以让 Kobe 就跟他直接决裂了，就这样。那再来，那跟 Ray Allen 大家很多人应该都不太知道这个事件，因为 Ray Allen 可是 NBA 著名的好好先生，风度翩翩的一个贵公子。他通常呢，他在场上的形象都是风度翩翩，然后不会有什么太激烈的肢体动作。为什么 Kobe 会跟他交恶的起来？很奇妙吧，对不对？我来介绍一下。原因是因为在那一年，我说了 ，Kobe 在整个赛季因为前一年的关系，所以导致他整个赛季在压力中展现，然后在前一个赛季表现又不好，然后在这一年第一次当老大，然后就战绩又一直起起伏伏，所以他心情就非常不好。然后在心情非常不好之中，有一次他面对了西雅图超音速队，然后在跟 Ray Allen 对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整场对 Ray Allen 喷垃圾话，狂喷他。然后如果我看那场比赛，应该都知道他那场比赛对 Ray Allen 的防守呢，不断的有肢体上面的严重接触，那严重接触是一直会被吹犯规的那一种，然后打着 Ray Allen 非常的不舒服。然后 Ray Allen 在赛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对这场比赛提出了一些抱怨，说他觉得 Kobe 这场比赛对他侵略性的防守，他觉得不知道他在干嘛，他觉得没有必要把比赛打成这个样子。对，反正就有抨击了 Kobe 就对了。那没想到 Kobe 在事后回应了 Ray Allen 的话是说什么呢？说下次比赛的时候他一样会打爆他就对了。他甚至打电话给 Ray Allen 讲说，下一次我会 kick your ass 把你给打爆。所以就是他们两个公开交恶，并且当媒体呢在就是塑造两个人 beef 事件的时候，并且把两个人当做一个对手在炒新闻的时候，然后 Kobe 还觉得很不爽，他觉得你们为什么要把 Ray Allen 跟我放在同个等级来跟我做比较？对，他不配跟我在同个等级。就这样子。好，那这个故事继续下去，我们都知道，在2005-2006赛季 ，Kobe 打出了震古烁今的81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在81分之夜的稍早的比赛 ，Ray Allen 才创下了他这辈子在 NBA 最高的得分56分的成绩，而是 Kobe 看到他砍下56分之后，接下来他对暴龙队的比赛呢，立马砍81分，把 Ray Allen 当天最高得分的记录直接盖过去，新闻就全部在报 Kobe 的。
的新闻，就这样。所以你看 Kobe 这个人好胜心是不是强到一个爆炸？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对，所以这就看跟 Ray Allen 的一个就是 beef 事件，而这事件有持续很久吗？有，他跟 Ray Allen 因为这样子交了至少5年起跳，这件事情真的不简单啊。OK， 毕竟人家是风度翩翩的 Ray Allen 啊。好，所以这是2004-2005赛季的一个事情。现在时间点来到2005-2006赛季，而这赛季呢是 Kobe 篮球生涯的重要转捩点。因为 Phil Jackson 与 Kobe 尽释前嫌，他又回归了湖人队当总教练，而 Kobe 呢也认可了 Phil Jackson 这个举动，然后再来从各方面来看，两个人第2次的合作得非常的好，然后带领湖人队重新回到季后赛，然后本赛季可以说是 Kobe 整个职业生涯进攻火力最凶猛的一个赛季，将个人的英雄主义发挥到了极致。2005年的12月20号。所有的篮球迷，不论你是他的球迷，永生难忘。在对阵达拉斯独行侠当年的达拉斯小牛队比赛之中，3节打完 ，Kobe Bryant 个人得分62分，对手呢小牛队整队得分61分。这是 NBA 史上唯一一次出现3节打完一个人的得分超过对手整队的壮举，完成了1打5的壮举。然后再来3节打完之后呢，湖人队我印象没记错的话，领先了20几分，所以第4节由于领先太多，所以 Kobe 就没上场。而 Phil Jackson 当时跟 Kobe 讲说，你要不要上场一下？我觉得第4节如果你打的话，也许你的得分可以破80分。Kobe 淡淡的回答说，不用了，我们队伍领先那么多，胜利比较重要。至于80分嘛，有的是机会。那如果今天你是 Phil Jackson 听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开玩笑的，对不对？可是他是 Kobe Bryant 啊，对，好，然后再来。那我们就看他会不会打破这个记录呢？会不会超过62分呢？比这个更狂呢？接着，在2006年的1月16日，当湖人队对阵迈阿密热火的时候 ，Kobe 跟 O'Neal 在赛前的握手和拥抱成为了头条新闻，因为他们两个其实一直水火不容嘛，他们竟然会在场上握手拥抱，好像 beef 化解咯，冰释前嫌咯，所以代表他们两个之间的分歧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然后在1个月后，2006年的 NBA 全明星赛上面，两人还被看到了一同有说有笑的画面，所以两个人和好了。然后2006年的1月22号 ，Kobe 在对阵暴龙的比赛之中，打出了震古烁今的81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候我在我大学的寝室，就那个闹鬼的寝室。不知道什么闹鬼的，请去看红衣学姐厉鬼事件。我大学的寝室大概是全网最恐怖的鬼故事。OK， 就在上一集自己去看一下。我在那个寝室，中午我在上 MSN， 对，然后再跟我的前女友聊天，当年是我的女朋友。然后突然呢，我有个同学叫郑志文，就是在鬼故事里面的小郑，他开了门冲进来，然后非常的惊讶的大喊着 ：“Efren， 你知道吗 ？Kobe 刚刚扛下81分呢！”我回头看向他说：“怎么可能？我才不相信有一个得分后卫可以得81。”我说 ：“Jordan 最高才69，最好是他可以砍81。”我就立马把新闻打开看，就发现所有的 NBA 新闻都在报这个消息 ：Kobe 狂砍81分。所以整个直播我是没有看，可是我就可以就是回想一下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在房间里面打电脑，外面就是我们交易厅那边一直有欢呼声，原来是因为 Kobe 打下了这场恐怖的比赛啊。然后我就后来就是把这场比赛的 highlight 看一看，发觉哇靠，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对，因为他在这个81分比赛，他并不是平均分配，因为他的上半场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只得了20几分，所以他有50几分都是在下半场得的，所以非常恐怖。这是 NBA 史上第2高的得分纪录，仅次于张伯伦在1962年的100分。然后他也打破了湖人队的纪录，由贝勒爷所保持着71分的纪录，也是由他打破了。那以难度来讲，他的81分跟张伯伦的100分到底谁比较难？讲坦白的，如果今天我们把进攻效率、平均得分什么全部拿进来统合计算，站在同一个天平上面来看的话呢，Kobe 的81分的难度其实是远超过张伯伦的100分，因为毕竟张伯伦当年的身材216公分，他比其他中锋都高了8公分起跳，身材就是独树一帜，然后他有得天独厚的天赋，可是 Kobe 可是一个得分后卫啊，对，他没有身高的优势，没有速度的优势，可以砍下81分，哇塞，真的是如入无人之境。所以如果要评断 NBA 史上攻击火力最凶猛的一场比赛，没有问题，应该就是 Kobe 这场81分的比赛，极度恐怖。好，然后接着
在创下了这震古烁今的81分比赛之后的同一个月份，科比也成为了自1964年以来首位连续4场比赛得分都到45分或是以上的球员，与张伯伦以及湖人的老前辈贝勒爷一起共享该成就。所以 NBA 史上只有3个人连续4场45分以上，科比是最后一位。好，然后再来，而在该月份，科比的单月场均得分为43.4分，是联盟历史上单月场均得分第8高的球员。那前7名是谁呢？张伯伦，所以非常的恐怖，好吗？然后在2005-06年赛季结束时，科比创下了湖人队单赛季得分40分以上的纪录，总共27场，然后还有总得分纪录2832分。然后并以场均35.4分首次赢得 NBA 的联盟得分王。如果你对于该赛季印象深刻的话，会知道当年的 NBA 得分王的竞争极度激烈。我很深刻的记得，第1名 Kobe 35.4分，第2名 Allen Iverson 33.5分，第3名 LeBron James 31.8分。对，这是3个人都破30分，而且 Iverson 的那个分数放在 NBA 的每一年应该都可以拿下得分王，然后可是在那一年竟然输给了 Kobe。Iverson 在事后就是有一次有回忆起这一个年份，他有讲说那一年的 Kobe 真的太疯狂了。我觉得我已经很疯狂的得到平均得分33点多分，可是我竟然还拿不下得分王，因为有个更狂的 Kobe。这样子 ，Kobe 呢也成为了联盟历史上第5位单赛季至少场均得分超过35分的球员。对，那上一位是谁呢？就是1986-87年赛季的 Michael Jordan， 那时候他是37.1分。Kobe 在2006年 NBA 最有价值球员的投票中排名第4名，他获得22张第1名的选票，仅次于该赛季的得主 Steve Nash， 也就是太阳队的那个传奇控球后卫。然后在赛季的后期，有报道指出 ，Kobe 呢将于2006-07赛季开始将球衣从8号换成24号。Kobe 在高中时候的第一个球衣号码就是24号，之后换成33号。在湖人的赛季结束之后呢 ，Kobe 在 TNT 上表示说，他其实新秀赛季就想拿33号这个号码，可惜的是这个号码是他们的传奇中锋 Jabbar 的号码，而这个号码已经被湖人队退休了，所以无法使用，所以呢，他才采用8号。那8号的由来怎么来的？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也不知道。还记得当时我有讲到 Kobe 在新秀赛季的时候有参加 Adidas 的训练营嘛，对不对？他在这个训练营里面，他穿的背号是143号。那143跟8有什么关系呢？1加4加3加起来就是8 ，OK， 就是 Kobe 背号8号的由来。然后在该季季后赛的首轮，湖人队起初表现得很好，面对的是由 MVP 所率领的凤凰城太阳队，就是当年的 NBA 战绩第1名。然后呢，可是湖人队虽然面对第1名打得非常好，他以3-1在系列赛中领先听牌了。在第4战中 ，Kobe 在延长赛的强攻以及制胜球将比赛推向了高潮。然后第6战时，湖人于延长赛以126-118输给了太阳。尽管 Kobe 在该系列赛之中场均得分为27.9分，但湖人队最终还是以7场被太阳逆转了3-4，就是惜败被逆转了。然后其中第6战 ，Kobe 共35投20中，得到50分，但还是输掉了比赛。第7战呢，以121-90惨败给太阳。而这场比赛 ，Kobe 下半场只中了3球，让他饱受批评，觉得他太自干了，都投不进还一直自干，这样对吗？可是 Kobe 觉得，我即使不进，我还是要继续的自干，因为如果我放弃了，我就是输给自己了。然后再来5月。Kobe 的第2个小孩 Gianna 出生了，这个小孩就是后来跟他在直升机上上升的那位女儿。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交代完了 Kobe 从出生到他8号 Kobe。那之后呢，我还为大家带来24号 Kobe 的传奇人生。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如果大家听了觉得喜欢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下次见，拜。